脸上又多了一个疤了。青い目。これがなんだかわかるか？それは还好他还能说话。シルバに作ってやったマキリだ。なぜお前が持っている？やっぱりか。やっぱりノッペラボはアシリバさんの父親だったのか。来ているのか、ここに。也很合理，他肯定会怀疑山原，但是真的好心酸啊！明明威武库是那样高大威猛的形象，现在完全都瘦跟杆儿一样了。片や土方歳三は年老いた脱獄囚、共に明治新政府軍へ下。天呐，他居然能伤到土方！他已经疯魔了。銃を穴で返した貴様ら新政府は銃を国民に教えるという自己矛盾を抱えている。貴様らは怖いのだ。殉教者となった旧幕府軍人が怖くてたまらんのだ。函館戦争で死んだ兄や自分たちの生き様を肯定するには。而且犬头也不是为了政府了，他就是为了自己啊！天呐，土方！你真见血了！哇，这一招啊，是吧？周周粉都很熟悉。哇，太帅了！他就是在等这一下呢，所以可能也是故意让他砍到了自己。这就是犬童的结束了。作的犬童，自作自受。本当はな、あんたはアシリパさんに会わせたくねえよ。あの子はアイヌを殺して金塊を奪ったノップラボ。他真的很心疼。土方歳三に教えた。どうしてアシリパさんを巻き込んだ？未来を託すためだ。アシリ。就像之前阿西帕梦中的父亲一样。所以可能黄金是非常必要的，为了阿伊努的独立。阿西帕确实其实是被嫁到这个地方的，他没有想要这一切。誰かが戦わなきゃならないかもしれん。でもそれはあの子じゃなくたっていいだろう。アシリパさんには。哦，山原。脳みそを食べて舌タップしてひんなひんなしていてほしい。
樱卡吗？灰暗中的一点红。赤い囚人服。隣を。アシリパちゃん、上に来てください。どうだ、見えるか？インカラマ。ノッペラボウが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探せ。あそこです。天哪，这个相遇重逢，他也不敢相信。あちゃ、赤毛のキモンカムイだ。从这么小就已经想着铺路了吗？为了他将来领导阿伊努，虽然也有他妈妈的意志，应该。可是那个时候那么小啊，西派他最想拥有的就是他的家人。我就想起他之前第一季的时候，他还有他的小狼。ヒグマを倒してしまった。すまない。自慢の娘だ。好可爱啊！アシリパ、私の娘。お前はアイヌの未来。哦，我的宝贝。这中间肯定还有什么误会吧？我就怕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要来了。ウイルカが撃たれた。天哪！山原啊，这啊？为什么呀，卫星？别这样！上集我还说怎么一集都没看到他。不是，山原总不可能死了吧？あなたを巡って殺し合いになる。别这样！他甚至都还没有跟他爸说上话呢。确实，高处的话完全就是一个靶子。我觉得尾行可能是不是故意射歪了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它非常的准。哦，你看吧。哦，他你敢给？哦，别这样！
物能救他们一马吗？哦。哦，不是吧？我请问呢？他救了阿西帕吗？不是吧？我请问呢？我那么相信你，基欧兰克。不，我服了，怎么这样啊？我不相信。あれ、インからまっちゃんはどうして俺たちの動きが大獅子団に筒抜けた？到底谁是卧底？あの女しかいねえんだぞ。連れてくわけにはいかん。白石看出来了吗？谷垣は鶴見中尉たちに捕まった。他们还不知道是他射的吗？那么准。哦，阿斯利帕。近づいて確認したが2人とも死んでいた。不，不是尾行，我不相信，我不想相信。他是真的要杀山原的吗？我服了，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是基洛兰克，我一直很相信他。不会吧？不死身の杉本、脳みそが欠けた気分はどうだね。我々は脳みそかけ友哦達だ。不，别脑残好吗？名医だったとは。天才となんとかは紙一重とは言うが。私は趣味の拷問で何人もの解凍手術を行ってきました。ちょっとずつ脳みそを切り取り、まだ意識がある本人の目の前で焼いて食べるのです。生姜醤油で。What？まあ、驚異的な回復力の可怜的山原啊！それよりもインからマッサンが危険な状態です。情報を聞き出したければ今のうちです。キロラン家たちはカラフトへ向かったはずです。但是也多亏了Tanigaki，我的天呐，Tanigaki真的是一人扛仨。ウイルクと杉本さんを撃った発砲音は照明弾を打ち上げる轟音にかき消されて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あんな狙撃ができるのは尾が確かにね。撃たれた瞬間あいつを感じた。我服了，到底在干什么呀？他们？鍵か、あるいはあんたのことか。ひょっとしたら生きてるかもしれんぞ。アシリパも奪われて今頃不死身の杉本は怒り狂う。但是他还这么帅。辺見和夫、二平哲三。よくぞこいつらを捕まえたな。それでヒロラン家たちがカラフトへ渡ったという根拠は？待ちなさい。あなたさっき屋根の上から。アシリパを連れて行け。この女は危険だ。信じないでアシリパちゃん。キロラン家はさっき。黙るんだ。よくもウイルクを。他们之前就说了，他们基洛兰克和英卡玛谁死谁就是。
哦，那他也是不喜。什么计中计中计，我服了。なんとかしないと俺たちは大国に。基鲁兰科就是为阿伊努族着想的。殺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あいつが変わってしまった。所以他以前就是跟威鲁库是好伙计。仲間に伝えに行くはずだったのに。哦，但是基鲁兰科他心肯定是向着阿伊努的，但是他可能跟威鲁库之后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分歧。キロラン家はかつて極東でゲリラ活動をしていた仲間と合流する可能性が高い。パルチザンにアシリパが確保されると厄介だ。现在就是感觉谁的话都不可信，都可能只是编造的谎言，我真服了。俺も行きます。アシリパが信用してるのは俺たち二人だけのはずです。いいのか？タンカキ。必ず戻る。それまで生きてろよ。死ぬのは絶対に許さん。哎呦，哎呦！アシリパさんを絶対取り戻してください。アシリパさん！在燃什么呀？残っているので、私はまだここを離れられない。カラフトへは少数精鋭で先遣隊を送る。月島軍曹と小糸少尉、お前たちが同行。好哎，异地恋了要。井戸から離れ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かと。父上である小糸閣下からの頼みだ。这个姿势柔韧性很好啊。網走での俺たちの動きが第一師団に把握さ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は、コタンにいた長倉のおじいさんたちは捕まったかもしれねえな。もう2、3日すれば地上も片付いて兵士たちも減るだ。それまでの辛抱だ。これは犬だ。私は網走へおびき寄せるための材料に脱獄囚の情報を集めていたようだ。我々の持っていない新たな情報もある。俺たちが持っていた入れ墨日記がもし鶴見たちの手に渡っているとしたら、一枚でも残りを集めて暗号解読を阻止しないと。但是光有这个人皮没有阿西帕现在也不行，但是阿西帕已经。ここを出て南へ向かうぞ。我服了，阿西帕现在还以为他们都死了，这一切也太突然了，我。杉本殿、可愛い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のつもりですか？息子さんは。哦，这是李登他爸吗？いつ死んでも覚悟はできちゃう。せがれはいずれ指揮官になっち決まっちゃいます。指揮官には寸倍の若い命を預かる責任があると。おとるしにはそれにふさわしい男になるくんやんせ。金沢中将殿は切腹するときおいへ手紙をくれました。息子の優作殿は最前線で戦死してくれて、愚かな父の面目を保ってくれたと。老いたが世代が起こした戦争で大勢の国民の息子だが戦地へ送られました。我が子孫可愛さに危険から遠ざけるのは戦死した子孫の親父たちに申し訳が立たん。のっぺらぼうもそげな父じゃったんだとおいは考えちゃう。アイヌに戦って真的很新啊。子供を先頭に立たすとが筋じゃと。娘は利用しようとして育てたとは決して仕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道理都懂，但是杉本。アシリパさん。杉本。
守れなくてすまない。あちゃ違う。アシリパさん。どうしたアシリパちゃん。但是还好还有白石在他身边。杉本の夢を見た。必ず迎えに行くって。まさ夢かもよ。俺あいつが死ぬとは思えないんだよな。何言ってんだ白石。あいつが死ぬわけないだろ。他是不会死的。待ってろよアシリパさん。あいつは俺は哦，不死身の杉本だ。第一季他们的相遇。哦，我真服。我感觉我的情感被玩弄的。不是这一集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不能很好的 process。但是其实细想的话，威鲁库最开始给阿西帕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这种领导未来的这个意味在里面了。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都已经就筹划很久了呢？我的心情如山原一样，我真的就是希望阿西帕能过他开心快乐的日子，打猎吃脑花，然后呢家人常伴在身边，这才应该是他的生活吧。威鲁库他的这个目标也跟之前想的差不多吧，他其实还是站在阿伊努族这边。他也说了，并不是他杀的阿伊努族人，而且我记得他不是也给他们死去的阿伊努族人们做了葬礼，但他真的是给阿西帕一个极重的使命。我觉得他应该明白，就是这些黄金绝对不能落入到这些政客手里吧。其实多少也不是他真的能做选择的，更像是被这样推着前进，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真的很心碎。就是他甚至最后没有跟阿西帕说上一句话，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他清澈的双眼中了。最后将他的这个意志，就是通过这样眼神的传递，应该也会深深的刻进阿西帕的心里了。其实当威鲁库马上要跟山原说出真相的时候，多少能预料到他活不长了。而且其实尾行他的背叛，也其实不能说是背叛吧，毕竟他有一刻忠于过山原他的梦，其实应该也没有。他的这一击不能完全算是意料之外，但是基罗兰克虽然跟我之前想的差不多，他确实是跟威鲁库曾经是好伙伴，是一伙的。这么看来的话，他跟威鲁库其实应该很早之前就已经走向不同的道路了，可能跟他们的革命理念发生分歧有关。但是现在看来的话，不管是威鲁库还是基罗兰克，他们都是为了阿伊努族的理想未来着想的。而且他不想害阿西帕肯定是真的，他肯定是要守护他保护他。只不过可能基罗兰克他想让阿西帕走上的道路跟他爸爸想阿西帕走上的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向。我猜测吧，就是我的感觉是，就是威鲁库他之所以跟基罗兰克产生了分歧，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跟阿西帕有关。毕竟就是子女总会是这种搞革命的软肋，虽然不能完全这么说吧，但是就是有点让我想到了像 Arcane 里面就是 Vander 和 Silco 他们俩的分歧。但是就是尾行他居然会跟基罗兰克在一伙儿，其实挺让人意外的。而且他们什么时候搭上线儿的呀？不过尾行他本身就不忠于任何人，就是他随时可能倒向某一个阵营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其实尾行他时不时就会失踪，就是画面中没有他，可能在路上的时候就跟基罗兰克私底下达成了一些合作。不过尾行感觉他像是随时可以背刺任何人，反正他只为自己活了。而且基罗兰克他是没有想杀山原，也
也没有想杀英卡玛的，只是追求他对阿伊努族的这个理想，应该还不是那种没有到那种杀人狂的地步。但是狐狸姐拿基鲁兰克的刀刺向自己，其实很聪明吧，不愧是她能做出来的举动。我感觉就是她应该是多少想去获取，比如说塔尼加基他们的信任。毕竟就是在监狱发生了太多事情，他还没有完全的让塔尼加基真的信任他。之前也确实是跟贺建有通报他们的情报嘛，所以他这样自残其实也像是以表忠心吧，就是他为了塔尼加基他们这边的阵营而去用生命去阻止基洛兰克。而且狐狸姐她其实看人也是很准的，我觉得她应该也是看透基洛兰克他是不会刺她的，所以她真的下了一记狠手。但是她这样赎罪一般的表达，其实也是真正的就达成了她的目标吧，就现在应该是真的获得了塔尼加基全部的信任，她是真实的用这样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然他这一些策略也是混杂着他就是全部的情感的，这并不是为了去玩弄塔尼加基或怎样吧。而贺建这边救下了山原他们，当然我相信贺建也是有他的考量的吧。首先现在山原多少可能也掌握着一些情报吧，就是毕竟他是最后一个在威鲁库身边的人，同时山原也是一个很好去制衡阿西帕的存在。现在要是杀了山原肯定是弊大于利，山原他们本来是一大帮子人，现在又重新被打碎分散重组阵营了。对于山原跟李登他们这个新的小队还是挺期待的。这集的结尾阿西吧还不知道杀了自己父亲的凶手就是尾行，但是在他身边的白石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觉得白石他肯定会先察觉这一切的不对劲儿，他已经发现了基鲁兰克的刀不在身上，同时在那样的环境下能这样射准2个人，还除了尾行还有谁啊？最心疼的还是阿西帕，她明明就是一个天真聪慧热爱自然的一个小姑娘，本身她就活在人与卡姆伊和谐共处的他们这个世界里，却现在完全被推到了这个历史洪流的前端，成为了这一场政治黄金博弈的中心。她作为无脸人之女，所有人都会觉得她知道这黄金的下落。他父亲也临终前跟他说阿伊努族未来需要他去引导，然后他身边的人可能多少也对他有欺瞒和利用，他不断的在经历着这些不符合他年纪的背叛、离别，还有更多的责任和愧疚，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阿西帕会有怎样的转变，他会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这视频到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季的陪伴，我们下一季再见啦，拜拜。